对于一个世界顶级军事大国来说，大型军用运输机是必不可少的，以此来构建起强大的空中战略运输桥梁。大型军用运输机从作战使用上可分为战略运输机和战术运输机两种。战略运输机主要承担远距离、多兵员和重装备等运输任务。美国的 C5、C17， 俄罗斯的伊尔76、安124、安225等都属于此类飞机。战术运输机的起飞距离短，机动性较高，具备野战起降能力，如美国的 C130、俄罗斯的安70、欧洲的 A400M、巴西的 KC390 等。自二战以来，每一次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中，运输机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 C5、银河、C17全球霸王和 C130大力神组成的运输机梯队，一共执行了超过1万架次的飞行任务，将超过50万的士兵和大量的物资运送到前线，为后续的战争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就聊聊当今世界上最强的军用运输机之一 C5 银河战略运输机。20世纪60年代，美国确立了全球战略方针，使美国对加强灵活性反应能力和战略空中机动的需求非常紧迫。1960年代初，美国空军提出特种作战要求，按照这种作战要求，美国空军需要一种可以在野战跑道上正常起降，载重在50到100吨左右，可以进行洲际飞行的战略运输机。当时美国已经拥有 C133 和 C124 两款运输机，虽然这两款运输机能够满足需求，但是它们已经接近退役，而另外的一款运输机 C141 又无法胜任。由于货舱宽度和设计的因素， C141 无法携带 7% 空降师、22% 步兵师或者是 32% 装甲师的装备，而随着美国陆军采用更多的重型装备， C141 更加无法满足需求。当时有美军预计到1980年代会有超过 30% 的轻步兵师，超过 50% 的机械化与装甲师，总重量的装备大小超过 C141 机舱容许宽度。此外，从1960年开始，美国的战略重心自纯粹核战争转移到包含有限度的传统战争，进一步加大了对战略运输机的需求。1961年10月，军事空运勤务司令部提出取代 C133 运输机的需求，由空军规划 CX4 的设计方案。1962年8月，陆军对空军表示，这个设计方案和原有的 C141 的运输能力差不多，不能解决将来战略运输任务。陆军方面希望最大载重量为 82.5 吨，机舱宽度至少 4.5 米，能够执行空投任务和起降比较为简单的机场。1964年3月，美国空军正式发出新的设计需求，使用4具推力20吨的涡轮风扇发动机，巡航速度不低于 0.77 马赫，货舱宽度 5.3 米，前后直通，并且能够执行空投任务，能够携带50吨货物飞行9900公里，或者是100吨4860公里，最大起飞重量下的最长起飞距离为2424米，无货物下为1212米，并将此项目正式改名为 C5A， 开始招标。经过激烈的竞争，1965年8月，军方选中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设计方案，空军选中洛克希德 GR500-137 设计方案，即 C5A。3年后， C5 运输机在乔治亚州多宾斯空军基地首次试飞，它很快在各种试飞和评估中展示出强大的飞行运输能力。1969年12月，美空军第一架 C5 运输机正式装备部队，在之后的生产中， C5 也衍生出了不同的型号版本。C5 运输机采用了悬臂上单翼，主要采用由多梁和机加挤压蒙皮壁板组成的破损安全盒型结构。后来 C5A 机翼大梁出现裂纹，所以 C5B 采用新的高强度耐腐蚀铝合金，翼尖平直，机翼后沿各有6块条状突出物，类似加固梁。机翼设计上还使用了净平衡铝合金副翼和经过改进的富勒式铝合金后缘襟翼，尾翼采用悬臂全金属的梯形结构，由整块金属蒙皮壁板组成的单式盒形构件，平尾梢有下反角，安装于垂尾顶部，其前方有2头尖的细长小仪器舱，水平安定面的安装角由液压螺旋作动器驱动，机身是由蒙皮、长横和隔框组成的半硬壳破损安全结构，截面呈8字形，货舱为头尾直通型，其地板高度与运货卡车斗高度相适应，既可空投货物，也可空降伞兵。C5 运输机采用液压收放5支架起落架，起落架共有28个轮胎，同时还加装了防滑装置。
在动力系统上 ，C5 银河运输机采用了4台通用电气的TF39GE1C 非加力涡扇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为 191.2 千牛，每台发动机重3555公斤，发动机推重比为 5.5。该发动机还可以提供逆推力，增加飞机在空中的降落率，减少在地面滑行的距离。每台发动机的发电机可以独立提供飞机所需的电力。4台发电机的发电可供应5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整个机翼前后梁之间共有12个整体油箱，总燃油面积194370升，重达166吨。这些油料可装满6个标准火车油罐车或2架 KC135 加油机，满载油料重量为150820千克，无需空中加油。一架装载122000千克的 C5 可以飞行4000公里。C5 的驾驶舱内有正副驾驶员、随机工程师、领航员和货物装卸员5座。驾驶舱下面的舱门可向上打开，能从前后货舱门同时装卸货物。货舱长36米，高4米，宽6米。机舱分为上下2层，上层舱前部有可供15名人员休息的舱门，其后部可运载75名士兵。下层主货舱可运载270名士兵。尾部桥梁两侧机身壁板可向外打开，以加大地面装载货物时尾舱口的尺寸。机身前左侧下部有一机务人员舱门，机身尾部左右两侧下部各有一客舱门。在运输性能上，该机可以一次性运送2辆 M1 型坦克、16辆3吨卡车，或者6辆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10枚潘兴中程地对地导弹以及发射车辆、36个标准集装货板。C5 运输机还几乎可以装载美军的全部战斗装备，包括主战坦克、直升机和陆军74吨重移动战桥。在运载能力上，它远远超过了 C17 全球霸王和 C130 大力神等机型。它的最大运输质量达到130吨，最大起飞重量375吨，最大航程超过1万公里。在满载情况下，能够飞行5526公里，可以实现全球覆盖。相较于 C17 全球霸王运输机77吨的运输能力， C5 银河战略运输机的运载能力是 C17 的 1.7 倍，是 C130 的近7倍。C5 到今天已经发展和装备了4种型号 ：C5A 型81架、C5B 型50架、C5C 型2架、C5M 超级银河52架。C5M 是 C5 的最新升级版本，据称每架 C5 的升级费用超过了1亿美元。升级后的 C5 被命名为 C5M 超级银河。升级后的 C5M 应用了多达70多项更改和升级，包括更新噪音更小的 CF6 发动机。C5M 能够成为超级运输机 ，CF6 发动机起到了关键作用。该发动机增加了22%的推力，爬升速度提升了58%，确保了飞机更大的载荷和更远的航程。超级银河空重172吨，最大起飞重量418吨，安装4台通用电气 GE CF680C2 涡扇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23吨，载重129吨，载油150吨，最大飞行速度919千米每小时，实用升限10895米，最大载重航程9165千米，起飞滑跑距离2530米，着陆滑跑距离725米。C5M 的起落架设计包括一个前起落架和4个位于机身底部两侧的主起落架，安装有28个轮胎。美军现役3款最出色的大型运输机是 C5 银河、C17 环球霸王、C130 大力神，其中 C17 适应性最好，解决了大型运输机在长度较短的土质跑道上起飞和降落的难题。C130 通用性最好，美国3军都在用，号称改装之王，有近40种改型。声名赫赫的空中炮艇 AC130 就是 C130 运输机改的。但要说装运大件， C5 才是真正的王者。而目前世界上大型运输机前3甲中，作为冠军的世界最大运输机安225已成为绝唱。那身背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的雄姿前无古人。第2名来自于苏联的安124，但由于经济或者政治的问题，也很快成为明日黄花。然而 C5 以及 C5M 超级银河还在不断的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续写着新的篇章。可以预见，银河将会成为历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战略运输机。与安225体型上的前无古人不同，银河的超长服役周期几乎注定了它的后无来者。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